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收手吧白鹿，顶着龙虾须发型演第一美女，穿在花里胡哨也没用。这个暑假呀，于正那可真是大获成功，简直可以说是赢得盆满钵满，风光无限啊！这部剧收官之际，观众仍深陷精彩剧情难以自拔，直呼没看够，强烈要求必须得有续集。于是呢，向来对粉丝宠溺的于正赶忙弄出个小彩蛋，这才好歹将观众的心给安抚住了。观众情绪虽已平复，可没剧看却成大问题。于正见状，旋即又搬出他的另一部力作《临江仙》。这部剧尚未拍完，不过粉丝们从于正透出的些许路透照能知晓，剧中男女主由流量小花白鹿与小鲜肉曾舜晞出任。不得不说，真的很神奇。《临江仙》剧集虽未播，可白鹿作为于正旗下极具号召力女主，她的名字简直就是古偶剧的闪亮招牌。对外宣传时，《临江仙》最大亮点在于其强抢联手，是纯粹的女强男强。剧中仅有男女主的相互救赎，不存在男配女配的多角恋纠葛。这般剧情设定，观众瞧着是否觉得似曾相识呢？这跟前些年全网大火的杨幂主演的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如出一辙啊！同样是狐界女战神，同样是师徒恋故事，封印、互杀等桥段竟也完全相同。这样的剧，咱无论如何都得去瞧瞧。然而有那么一句话，具体是怎么讲的呢？好像是说，期待若是越高，那么失望往往也就会越大哟。女主角白鹿的妆造老是一成不变，那韩式粗眉、橘红色眼妆，还有水光感满满的鲜红色嘟嘟唇，瞧着既幼态又充满网红气息。知晓剧情的人明白白鹿在演古偶剧，而不了解的可能会觉得这像是某个女网红上街溜达呢。事实上，仅由剧名便能知晓，《临江仙》所讲的主要是关于天界众神仙爱恨痴缠的那传奇般的故事。狐仙花如月恋上九重天最尊崇的大成玄尊白九思，岂料因一场误会，白九思竟陡变脸色将他封印，连他们的孩子也无辜被害。因要复仇，花如月奋力冲破封印欲杀旧爱，岂料反被白九思所杀，最终悲催地落得个灰飞烟灭结局。花如月逝去后，白九思竟碰到个与花如月容貌毫无二致的平凡女孩李清月，还向三界宣称要与其成婚。就这样，一段历经几生几世仍痴痴纠缠的虐恋自此拉开了帷幕。在《临江仙》里，白鹿此次独挑大梁分饰两角，其一为武力超群且敢爱敢恨的狐界女战神，其二是活泼俏皮在人群中极易被淹没的仙界小师妹。白鹿的这两个角色尽管性格迥异，然而其战损妆一现身，即刻就呈现出仙侠剧中那种女强惨的感觉。果不其然，于正义行动，那效果就是不同凡响。这于丫头这些年的实力着实是提升不少啊！原本觉得《临江仙》这仙侠剧能让人安心去看，可白鹿路透照一出，大家立马就撤回了之前的一个语音留言，并非是说白鹿造型不堪，恰恰相反，身为古偶剧常见身影的白鹿，其古风造型向来都是古偶剧时尚潮流的引领者。凤求凰中乐韵尽显矫揉造作的魅惑之态，周生如故李崔时宜有着坚韧勇敢的清纯模样，宁安如梦中江雪凝呈出果断刚毅的飒爽风姿。每个角色在人物设定与服饰造型上都差异极大，然而与白鹿的颜值及气质相搭，凡是她出现的镜头都能牢牢吸引观众目光。模样依旧俏丽，可白鹿头上那厚重假发以及两颊旁飘着的龙虾须，着实让人感觉有些别扭。这莫非是仙侠界的流行趋势？怎么但凡拍仙界女主的戏，导演就必定让造型师给演员加上那两缕多余的像龙虾须一样的东西？关键在于
明明有张挺好看的脸，服装与妆容也都恰到好处的美，可却被那2缕龙虾须破坏了平衡，致使白鹿的脸显得十分怪异。众多网友都实在难以忍受了，纷纷直接发声说道：“哎呀，我的天哪！白鹿这造型咋跟南方大蟑螂似的呢？那2缕须须也太奇怪了吧，这是咋回事呀？白鹿本来脸型就偏方形，再加上那2缕须须，模样更是不堪。这部剧播出后，她肯定会遭到无情嘲笑。于古偶剧而言，添加些许夸张造型与设计并非不可，甚至会给剧情增添几分观赏性与灵动性。然而，让扮演仙界第一美女的白鹿带着那犹如龙虾须般的造型出镜，着实与剧中人设存在一些不相符之处。况且，白鹿本人的长相只是较为普通的漂亮，并非拥有那种令人惊叹的绝世之美，致使许多观众认为她此次造型不太尽如人意。并且，凡是白鹿参演的古偶剧，其人物造型老是那种绚丽却悲情的风格，即便她不厌倦，观众可都看腻了。这与杨紫以及鞠婧祎他们所呈现的造型存在何种差异呢？要是将这3人以往的古装照搁一块儿瞧，那简直如同玩消消乐似的，着实难以看出存在啥区别。男主角那白发造型竟也极其相似，难怪有人吐槽当下古偶仙侠剧毫无创意，造型和假发仿若批发，令人傻傻分不清。原本以为是粉丝追偶像的小说情节呢，可有人瞧了白鹿的妆造，竟直接嘲讽道：“这般普通长相，究竟谁在吹她的美女人设呀？”白鹿的长相并非让人惊为天人，不过却有画报女郎的感觉，只是若是演第一美女就不太契合了。这锅的造型师来背，白鹿主要是妆容造型万年不变的换了，不然大家会审美疲劳的。不得不说，白鹿真的收敛些了，就她那平淡无奇的脸，再加上那像龙虾须的发型，实在与第一美女沾不上边啊。在2024年7月17日，白鹿的个人微博号发布了关于临江仙海报的相关报道。百万博主迷妹速报于2024年7月14日发出了一则女主那堪称要命的妆造又现身辣的报道。